好，赖清德总统今天有讲话，呼吁朝野党团要支持谈判的协议啊，不要到时候不支持，因为呢，李元秀说到地方原来我们好好审查啊。那另外呢，这个赖清德说他很密切关于谈判的过程，他也没睡觉哦。早上呢，今天清晨我们没有睡觉哦。那另外呢，这个卓荣泰说谈判团队4项目标都达成，击出漂亮的全垒打，就我刚讲的，你如果说我在逼迫老美这种强势逼迫之下，我没办法被逼迫做成这个协议，大家也就是老美逼迫，讲了一副好像我们打了多大的胜仗哈。好，国民党说护国神山不保了，台湾的原来领先在半导体领先地位也没有，到美国去了啊。那另外呢，国民党也说掏空台湾压力正在增加，有3大问题，不要丧权辱国哦，这个5.5开要被跳票啦。然后呢，产业整体外移啦，而且信保会压榨中小企业，因为你信保基金拿走了以后，中小企业没了，那个钱就没了嘛。哦 ，MOU 规避审查，哦，就刚刚小牛讲的哈，它不是一个协议啊，一个条约哈。蒋万安说，希望政府能够守住护国神山。江启臣说，投资换税率20%降到15%，因为这5%给了这么大的让步哦，也不过让，因为台中那边传产很多了哦，钢铁工业啦，工作机啦等等哈，从加护病房转到普通病房，还在普通病房里面，而且人家韩国这个日本已经比你早半年多就是15%了，这半年多已经很惨了啊。江启臣说，台湾已经失去先机及订单，现在怎么找回来啊？那另外呢，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说呢，半导体产业被掏空不堪的谈判结果还被当成重大的成就哈。那另外呢，搞了半天16兆去关税降5%。而且是比照日韩，那问就是说，韩国有没有把三星、LG 送出去呢？有没有？为什么台积电要去？为什么三星、LG 可以不必？而且呢，就是讨川普的开心那到底搞什么那另外呢，这个就是说国民党是这样讲说，赖总统拿主产，因为台积电算是我们的主产在我们这边很久了。那另外呢，关税出炉，台湾被宰割，还要向美国磕头感谢。明明是被这样宰割，还说谢谢你。我们看一下，今天清晨，其实我们也都没有睡觉，一直呢密切关注谈判的过程，然后一有状况就随时解决，那一直到谈判已经签订之后，那我们大家才放下心来。就算彻夜未眠，总统脸上仍是笑容满满，因为台美关税谈判近1年，终于从32%拍板确定变15%，大家全部都拉平。反而提供了台湾传统产业销往美国一个好的机会，未来朝野党团都能够支持这份谈判协议。会做出巨额投资承诺，或许也跟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接受专访提到，台湾必须让美国总统开心，因此行政长卓荣泰也穿上蓝西装报告好消息。4项的谈判目标可以说全数的达成，完成了这项工作，等于是击出了一支漂亮的全垒打。台湾有护国神山，我们常说，只要主峰留在台湾，山在台湾，台湾就是山。今天打出漂亮全垒打外，更指护国神山台积电会留在台湾，关税谈到15%，与日韩、欧盟齐平，也让工具机等传产竞争力大幅提升。来，吴峥，这个我先讲一些事实面了，就是其实大家刚在讲，今天我们跟台美之间这个，因为很多标题会下说5000亿美金，其实这2500跟2500不能直接加在一起的，因为2500亿是这个所谓民间对美国直接投资，另外2500亿是政府提供这个要赴美的企业做信用担保嘛。那其实这是一个就是很简单的逻辑，就假设，例如说我今天要买房子好了，假如这个房子是2500万，那我跟这个大佬你也帮我做保人，你帮我担保2500万，那这个房子的价值总值还是2500万，我最后付出去买房的钱、投资钱还是2500万，它不会变2500加2500嘛，所以这是第一个在大家理解这个事情的过程中一个基础了。那再来是说这2500亿里面，今天按照 Lanick 他的一个说法是说，包这2500也计入去年魏哲家董事长在白宫跟川普一起宣布的这1000亿美金的投资，所以这个2500事实上又要再扣掉台积电已经宣布的1000，那剩下1500亿，你说这个大多数可能要我们台积电去投是没错，但是台积电本来它就在扩大对美投资嘛，因为昨天是刚好是台积电去年第4季的法说会，那宣布2026年全年资本支出一出来震惊四座560亿美金，大家惊呆了。
就是说哇，没想到 AI 行情经过这个台积电反复验证，行情这么好，哇，持续扩大资本支出。那甚至摩根斯丹利也问台积电嘛，就是说那是不是这个未来3年这个资本支出不低于1500亿美金啊？魏哲家也说，没错，确实是这样子。那所以我们看到说台积电它本来就要去做美国扩大投资、扩大生产。那等一下这个部分我会再多谈。所以我们看到的事情是说，事实上这一次在整个对美谈判出来的过程中，跟为什么我说会跟日本跟韩国比？因为日本跟韩国都有很多政府直接出资，例如说韩国要政府出2000亿美金做投资的部分，那我们这个部分其实是没有的。所以讲回来，我跟大家看法是对这个今天结果是截然不同的。就是我是觉得基本上谈出来是正面的。因为一个最直接的指标，我们看今天的台北股市，台积电直接上涨50块。那今天的台湾加权指数直接上涨598点，代表什么？代表市场的投资人，包含这个不管说3大法人，不管说我们国内散户，大家对台湾对台积电更有信心了，不是吗？对不对？那所以基本上大家是看好台湾跟台积电未来长期发展。那你说这个除了对半导体之外，对传统产业有没有帮助？也有啊，这就是刚刚我们总统讲到的，因为过去在这个传统产业的部分啦，其实日本跟美国有签 FTA， 韩国跟美国有签 FTA， 所以我们个别产业上过去其实也有些税率上是吃亏的。可是这次大家一致拉平，所以反而这个 gap 被补齐了，而且传统产业这一次他们并不是在美国点名说要算你去对美投资的范围里面，所以它是受到这个汇率的减低的这个优惠了。所以我们看到说今天其实工总。这个台中的工具机工会，其实大家也都出来表态说，肯定政府帮企业创造有利的这样的条件。我看到国民党的这个云林县县长张立善，其实他也说，对传统产业、对云林的传统产业、农业经济的帮助是很大的。所以最后我讲回来台积电这部分了，那我会觉得大家会担心说台积电被掏空，台积电外移。刚这个牛委员讲很多，但是其实因为真的刚好昨天是台积电法说会嘛，其实我们对比一下，你说。台积电在台湾有被掏空吗？没有啊，因为掏空是说，我们产能降低嘛，产能消失，产能都移到国外去了。可我们看到台湾在台积电产能越来越大啊。魏哲家昨天也讲啊，说我2025年度产能增加，主要还是来自于台湾啊。你看产奈米的产能，台积电从2024年底1个月10万片，到2025年底1个月16万片，2026年底上看1个月是20万片，这产能不是一直增加吗？怎么会被掏空呢？文委员刚刚说台积电去美国 Arizona 这个毛利天差地远，差太多了，也没有啊，因为魏哲家昨天讲。说 Arizona 厂的部分确实对台积电的毛利有影响，但整体在稀释2到3%，所以当然亚利桑那厂的产能不如台湾，可是这样换算回来，大概美国的台积电毛利也在50%以上，所以你说这好像是一个天崩裂崩跌吗？其实也没有，我们去还是赚钱呢。所以我觉得大家会觉得说台积电是被逼去的，去一定是打落牙齿或血吞，受尽委屈。可是我们想一个很简单的问题就好了，那日本有逼我们吗？德国有逼我们吗？可是台积电也在熊本设厂啊，也在柏林设厂啊，所以本身台积电做一个全球布局，是因为现在全球的 AI 行情非常非常好，订单接不完，接不暇。或者他说一再确认客户手上比台积电都更有钱，客户的客户也很有钱。所以那当然 Lonnie 今天有讲说这个40%嘛，可是其实一样这个事情我们是算得出来的嘛，因为你说晶圆厂要建美国希望未来它可以国内生产达到40%。可是你看台积电2020年去 Arizona 第一座厂开始生产，2024下半年底。那魏哲家昨天说第2座厂什么时候开始启用？2027年下半年底。所以最后你这些建厂的时程，按照这个我们现在推回来，其实龚明鑫经济部长今天也讲了，到了2030年先进制程的部分假如按照台积电目前的规划，大概台湾生产全球85%，美国生产15%。到了2036，台湾生产80%，美国生产2%，所以我们还是全世界最主要的这个先进这个制程的集中生产地嘛。那台积电昨天宣布，昨天魏哲家讲说，我未来4-5年每一年的年复合成长率可以个25%。那2026年今年，美国不会有新的台积电厂落成啊？你说这25%台积电它要哪来？当然从台湾来啊。所以我们台湾台积电跟留台湾还是最重要的生产基地。那现在的全球布局是因为外面的需求太强劲，我们去扩大布局、扩大生产，所以我觉得这对整体未来，不论是说我们半导体产业或者是传统产业，其实还是一个正向发展，跟今天股市大家看法一样。那个洪庭。我觉得用短期股市的股价来分析所谓的整体经济的这个状况，就会陷入一个蛮奇怪的这个状况哦。但是你看吴峥刚刚在讲台积电的时候，其实这就是目前执政党的一个态度，就是说报喜不报忧，然后呢丧事喜办，那只见锦上添花，不见雪中送炭。所以其实民进党欠中华民国什么？我觉得我们首先应该先问这整个关税的事情。你看，我最早在节目里面我有讲，我说到最后全世界都只能接受
同样的关税的税率，因为主要竞争国如果在关税上是有落差的，那个才是实体产业的受伤。所以我们 delay 了多久达到跟主要竞争国一致？我们 delay 了4个月左右，而这4个月的损失到底有多少？我不知道吴峥能不能像刚才讲台积电一样讲得出来，但我可以讲给你听啊。首先，我们重灾区是哪些？石化、工具机、汽车零组件、纺织，这些都重伤嘛，对不对？所以工研院做了一个报告啊，针对石化业总共下跌了这个13.8%。所以你看，搞到什么大家就说，南亚的股价跌成这样，要靠南亚科来补。日经亚洲说，台湾所有70%的这个制造业受到曝险，算得最清楚的账的是谁？我查遍的各个的资料，最后发现星展银行做了一个非常详细的报告，他说，我估计整个这样子的一个关税上面的落差，对台湾来讲，影响了 GDP 的0.3%。看起来 GDP 的0.3%没有很高，可是这0.3%是750亿到800亿。所以换句话说，我们现在所面临的工具机的这个产业，石化区的重灾区还没复苏，工具机还没可能从加护病房跑到了这个普通病房，然后还在担心汇率的这个部分，然后看起来执政党也看不出来，现在到底我们这个国家有多少人在进行无薪假，这些都是过去的受伤。那所以回过头来，好，那过去的受伤讲完了，我们再来看，好，现在对经济跟对政治的影响，我觉得几个部分。首先，刚赵大哥讲的就是日本的态度。日本算是全世界少数有经验被美国整个剥夺产业的，而被剥夺的产业是什么？刚好就是半导体，就是1980年代的美日半导体协议啊。所以你可以看到，当过去石破茂跟现在的高市早苗在讲美国的这个关税谈判的时候，他们的态度很简单，他们说美国是霸道的，美国是鲁莽的，可是我现在做出来的这个选择，跟我现在谈出来的这个关税，是不得不接受的妥协。我们为国家守住了底线。今天如果民进党今天如果谈判的这些人，我相信里面一定有很多技术官僚是用这样子的一个态度在谈判的。如果是这样子的一个态度，我会为他鼓掌，因为他们确实在很多的细节里面，我看得出他的用心，包括刚刚我们所提到的建厂的期间能够用所谓的这个免税的这些部分，然后我们用时间去抓取空间。可是有很多东西你也不能过度解释啊，比如说你刚刚讲说2500亿的信用担保是让大家去做更好的投资，我跟你讲，这2500亿的信用担保是什么？很像新青安呐，新青安的贷款当初是不是让原本没办法买房子的人又多了一块可以去买房子，所以助长了房价的这个推升？那这2500亿的担保其实不是给台积电，因为台积电要做所谓的这些资本投入，它可以做太多的手段了，它光是账上现金就够多了，它也可以发公司债，大家都会认嘛，所以根本不是给他的，而是给他的其他的这些供应链，那些比较小的、比较不敢去的、比较担心没有办法适应所谓的美国市场的，那这2500亿是给他们的，可是相对的曝险是谁在曝险？是全民在曝险啊。然后呢，我们再问一个从经济学上面来讲最应该要去问的问题：台积电缺美国那6个厂吗？台积电其实不缺美国那6个厂，为什么？因为台积电现在面临到一个大问题。其实你所看到的，刚好这一次的这些投资，美国那6个厂大概等于确实啊，美国要盖6个先进的厂，大概就等于2400亿左右，在一个厂大概300亿到400亿美金。台积电到底缺不缺这个厂？这个是过去大家在业界里面最常讨论的一件事，因为这回过头来，它的问题就是 AI 到底会不会泡沫？所以这个问题其实台积电首当其冲，因为如果我建厂建下去了，最后没有那么多的产能，所有的跟我订单的这些人他怎么办？他就收了。那我台积电就面临到曝险啊，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过去你看台积电一直在宣布，就是说好，你们要跟我订这些晶片可以，但我要跟你签什么？我要跟你签 LTA， 就我要跟你签长约去做这样的一个保证。所以我只能讲说，这一次的关税谈判是一个不得不接受的妥协，我们勉强守住了底线，可是我们没有看到过去我们受伤多少。然后接下来最大的问题还是刚才乃英姐所提到的嘛，就是当我们没有了台积电，当我们没有了这样的一个产能的时候，那我们在地缘政治的筹码还剩下些什么？而这个是你刚才讲的。我跟你讲，魏哲家的法说会除了讲你刚才讲的那些以外，他讲的最重要的是什么？
台湾缺电，所以你敢讲说那个订单会继续上涨吗？不会，因为美国在做电力基础建设的改善，最后如果不够的时候，产能是移过去，而不是留在台湾的，好吗？休息一下再回来。好，那么到底啊，这个郑丽君他们谈的怎么样哈？不管怎么样了哦，你是被逼去的啦。我讲，你说这本质是被逼的嘛，否则为什么好好的要去呢？那今天台股涨，为什么涨？因为台积电涨啊。但是台积电涨够多吗？你知道昨天美国台积电 ADR 涨多少呢？4.44%，台积电台湾只涨了2.95%。好，美国为什么台积电的股东70%-80%都老美啊？或是美国的基金那些什么各种基金啊，所以对他们来讲，在哪里有什么差别？没有什么太大差别啊。但是对台湾来讲，你就是整个产业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所谓的护国神山要移走了嘛。对股东来讲，涨50块很好啊，涨40块也很好啊。但是对台湾整个台湾的这是好事吗？这是一个哦。第二个呢，刚刚当然也讲了，吴峥也讲说，在熊本呢，在 Dresden 呢，德国都有投资，为什么？不是只有台积电的。也是被美国逼的，叫做台湾 Plus One， 知道吗？就是这些大厂，台湾有厂，海外要过设厂，要再加1、加2、加3，为什么？怕台湾被打，就怕老共打。老共打来以后，这些整个供应链有问题啊。所以你在除了台湾有这个厂，不是只有台积电哦，鸿海在海外有没有设厂？很多在海外没有设厂，为什么？就是只要台湾有这厂，海外都要过设厂，保障将来美国的供应没有问题。被逼的，哦，所以他为什么到熊本为什么以前不去？为什么现在去？那至于说现在需求很强劲，是需求很强劲，但是人无远虑，必有近忧。你不能只看现在很强劲了，哦，产能不够，所以在美国又补产能，在 Dresden 补产能，在熊本补产能。那这个产能如果都在台湾多好啊！为什么要放在熊本？为什么要放在 Dresden？ 为什么要放在这个 Arizona？ 都在台湾不是很好吗？又增加我们的产量，又增加我们的就业机会，为什么？不得不啊，因为他高兴啊，他不得不去嘛，他哪里很愿意去呢？如果在台湾多好呢？所以你不能只看眼前说哦，原来这么大产量，所以你看台积电不够，那到这里到那里去也是被逼的，也是没有办法。所以其实道理就很简单了哈，就是说如果真的台湾是那么高兴、兴高采烈的去的话，川普就不会那么高兴了。川普今天高兴是因为你是被他逼去的，你被他逼去，你就讲我是被逼的，但是我不得已，这大家都知道嘛，大家也会了解川普，谁不了解知道啊？但你何必装的一副好像我们谈得多成功呢？多好多棒呢？有那么好有那么棒吗？所以这就让大家觉得奇怪了，对？为什么叫做上市洗办？明明是一个不好事，你把它讲的口沫横飞，为了降低20%变成15%，降低了5%，要搞得牺牲这么大。你以为这个钱很少？这钱是很大的钱呢，很大的钱呢，5000亿，差不多16兆新台币，等于是我们5年的中央政府总预算呢，怎么会少呢？很大的钱呐，被逼去了，还要说是我们心甘情愿，好高兴啊！这个心甘情愿掏给你的，有这样的事情吗？好吧，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呢，反正将来大家看嘛，而且还有其他的细节都没有告诉我们呢。汽车关税降到多少也没讲啊，很多东西都没讲啊。但是它是一个整体的，你要就一次讲清楚嘛。哦，只讲这一点，不讲那一点，然后明天再透这一点，后天再透露那一点，好吧？另外呢，这个立法院因为在李彦秀说协议送立法院会严审了，因为将来还要送到立法院来啊。哦，那这民众党说是单向输血给美国，哦，而且川普要让川普还要退让多少，他是不是就满意了？还是这只是一个开始而已？对不对？那如果将来政策转弯、投资失败，谁来负这个责任？哦，那另外呢，这个蓝白今天提出来 TPS 等718亿的这些预算呢，先通过。哦，当然58票蓝白赞成，49票民进党反对，进复二读。哦，不到委员会去了，直接到这个二读会去啊。那包括 TPS 前在炒这个东西，公保生育给付。劳保这个生育给付然后呢，这个
反正啊，这个一路下来啊，运动部院新成立的部的一部分的这个预算等等等等哈，甚至包括连江选委会的办公的这个厅舍的取得案，像这些，一共啊13项计划，718亿，他们要先给他通过了哈。那其实如果是我是民进党，能通过一些也好，反正你编的计划不行，为什么你可以选择性哦？那怎么样呢啊？那选择性至少先放行了718亿嘛。民进党说你们自己下毒，自己解读，哦，那先生又讲了，国防预算不重要吗？为什么不通过国防预算呢？哦，那另外呢，这个立法院弹劾今天正式发文，哦，这个受文者全体委员，哦，那干嘛呢？邀请赖清德总统21号、20号到立法院来说明，哦，来，然后呢，立法院可能要问他问题，然后呢，因为赖清德可以大方来，我不应该被弹劾，他不是讲了吗？我有没有贪污？有没有这个？有没有那？为什么弹我？哦，那这个时候呢，如果说赖清德不列席的话，各党团推派委员进行发言，自己发言啦，哦，自己讲为什么，哦，然后民进党这个反驳说为什么不应该，哦，那王宏威说明明知道弹劾不够2/3的委员，但是是留下记录，让历史来评价啊。那民进党说呢，为了台积电要弹劾总统，莫名其妙啊。那另外呢，这个弹劾理由写得很清楚啊，这个乱编预算、造谣抹黑哦，这个司法大恶霸啊，台积电哦，行政院长不附属财政收支划分法，那民进党当然有反驳的理由。好，那另外呢，这个国民党主席郑丽文说，这个弹劾总统程序会完整走完，为了捍卫民主的基础，就是说我们不管结果了，但是整个程序会走完。我们看一下。好，中央政府总预算在程序委员会卡关，蓝白党团今天讨论后决议先行审查部分新兴计划，共38项718，有关100万通勤族的 T-Pass 通勤月票也包括在内。这项提案稍早已经进赴2读，不过朝野在议场里头持续拉高分贝，互相叫骂，也让立法院长韩国瑜出声制止，喊出自己的春联题字。好，谢谢。谢谢，谢谢。好，报告院会，我们要进行处理，拜托大家遵守一下议场秩序，拜托大家，祝福大家马上幸福。我们现在开始处理，好不好？好。民进党团表决是以49人反对，蓝白则是狭人数优势，赞成58人，提案通过。绿营持反对意见，认为先行动之的应该要是2992亿的全部新兴预算，而且也违反预算法54条的精神。不过是否到朝野协商讨论之后会进行冻结或删除，国民党团方面则认为呢，只要民进党不拖延或不阻挡，就可以在最短时间内进行3读。好吧，两个议题，一个是这个 T-Pass 等啊，这13项718亿的这个总预算先过，另外呢就是弹劾总统的要走程序，邀请赖清德。赖小妞看怎么样？这蓝白今天联手同意放行新兴计划，其实已经讨论了一段时间了嘛。哦，因为这个民进党喜欢搞情绪勒索嘛，哦，就说我们在阻挡各式各样的这个民生预算，但事实上我们从来就没有打算要阻挡民生预算嘛。哦，总预算没有办法复委的原因，我们已经讲很多次了嘛，是因为你违法编列嘛。你军人加薪、警消退休金等等，你没有依法编列的时候，你要怎么审？因为立法院不能针对预算进行增加的提案嘛，所以你一定要行政院编好编满，大家再来合理的审查。行政院只要任何时候愿意赶快重编，好，有这样的一个说法，我想整包总预算的复委绝对不会是问题。好，但现在卡一个预算僵局，谁也不让谁。那民生的部分，我们也不想让它牺牲。好，所以根据预算法54条，我们本来就可以让新兴计划先行来做动资。那我们今天主动出击嘛，好，这些刚刚主持人有提到的几个项目跟民生相关的生育津贴、T-Pass 等等，我们就直接在院会就做决议啊，就同意你先行动资啊。那现在问题是这样，我做了一个这样的决议，让你可以先行动资。那关键是这样，因为立法院里面有党团协商等等的程序。今天如果3党达成共识，今天直接就加班车就直接给他3读通过，他马上就可以动资啊，他没有任何的问题啊。可今天民进党有异议，然后进入投票反对，进赴2读之后，虽然国民党、民众党人数优势让他进赴2读，但是那也有1个月的协商冷冻期啊。那到头来是谁在阻挡民生预算？这就像照妖镜一样啊！我们把事情讲很清楚啊，没有打算要挡你啊。立法院本来就有很多方法可以让每一件事情，我们该放行的民生预算可以放行，该强力监督的国防预算，好，该这个守住原则的军人加薪，我们可以守住，这本来就并行不悖啊。可是关键是考验民进党啊。我们今天在讨论民生预算，今天好像吴思瑶委员还说骂人，说因为你们怕被我们骂。
所以这个东西你们就给他放行。民进党从头到尾骂最凶的是国防预算根本不是这些民生预算但该守的原则我们会守嘛。可是民生的是大家的事，不分党派的事，那我们就赶快给他过关啦。那这样不就不会影响这些建设了吗？好，这是有关于新兴计划的部分。所以很多这一段时间有一些这个看到的新闻可能会很焦虑，尤其是这个北基桃通勤族非常多。我们很早我就跟我的选民讲，这立法院很多方法，好，大家放心，绝对不会断吹。那今天我们说到做到嘛。好，那第二个是有关于弹劾案。这总统这一段时间，不管是刚刚谈的经济问题、关税，这个国防预算的空白支票，然后该编的不编，不该编的编一堆，好，还有或者是各式各样弊案也好、贪污也好，各式各样的问题，难道不应该受一受社会的公平吗？宪政僵局里面，行政院长公然的不附属立法院3读通过了法案，如此毁宪乱政的行为，不应该进行一下讨论吗？所以大家依法提出了弹劾案，某一些层面它也是照妖镜的功能嘛，也就是我要让社会大众看看到底立法院在吵什么。我们到底在坚持什么？你总要有一个平台跟大家做清楚的说明吧。最后投票的结果很有可能因为政党的意志，你没有办法够到一个很高的一个门槛。但在这个过程之中的，不管公听会、学者、专家，其实这一段时间在网络上讨论的非常非常的热烈，就让大家社会来做公平嘛。下个礼拜是立法院针对这件事情的询答，我们真的希望赖总统你展现一下高度嘛，创立一下宪政惯例，来针对这个事情直球对决。搞不好你讲的很有道理，让你的声望更高也说不定啊。但你持续逃避，那就是对抗的格局持续嘛。但后面还有嘛，是下到各地的公听会，我们就是用这个过程让大家来做公平嘛。不管最后投票的结果是怎么样，就像我们主席讲的嘛，程序走完，捍卫民主基石。徐小姐回来。